赵强，这是你3年的分红，12000你拿好了。1994年深夜，我正在摊位前把最后一把签子洗干净，收进崭新的不锈钢推车里。赵强，小舅子林耀祖提着一塑料袋钱进来递给我，这是你3年的分红，12000你拿好了。12000，耀祖，你是不是弄错了？当初说好的，这麻辣烫摊子利润55分。3年来，我吃住都在家属院棚子里，白天去肉联厂淘骨头，晚上熬汤底穿串。3年从一个破3轮扩展成占了厂门口1半黄金位置的大摊儿，至少赚了20万。20万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摊位证写的是我的名，位置也是我找厂保卫科批的。你一天就在这煮几锅汤，吃我的住我的，晚上让你多穿几个串都跟我计较。3年给你12000，都是看在亲戚面子上了。你出去打听打听，现在厂里下岗内退的，谁能轻松拿这个数？3年，你吃我们的，住我们的，每个月算你200食宿费，不过分吧？3年就是7000多，这么一加，等于3年我们给你开了快2万工资，你还嫌少？这年头炒股都有赔干的，你知足吧？3年前你倒腾摩托车赔了个底掉，哭着求我想办法，承诺只要盘活这摊位利润55分，结果现在你挣了20万，就分我12000，55分你也配？就这些钱拿了滚蛋！3年前他接手摊位后，因为不懂熬汤，用劣质底料和凉水勾兑，口味太差，差点赔死。在他的祈求下，我毅然辞了国营大饭店掌勺的工作，回到这家属院。我出主意，让他把摊位改造成半自助的麻辣烫和串串香，我亲自替他调配大骨汤底，鲜香麻辣的模式，吸引来大量倒班的工人和周边居民。很多社会上的摩托大王和老板开车大老远来这儿吃夜宵，只为尝一口这浓郁入味的骨汤串串。好姐夫，多亏了你，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的。他曾经真挚的脸和如今贪婪自私的脸重叠。行，这12000就当买断我们的亲情了。林耀祖，这死脑筋竟然敢威胁你，他怕是不知道他那点熬汤的手法和加的调料早就被我偷偷记下来了。就是没了他，咱这麻辣烫之神的名号照样响，串照卖，钱照赚。深秋的风很冷，我站在外面，唇角勾起。是吗，林耀祖？你怕是不知道，那些人天天排队，冲着的根本不是你的好位置，而是这锅里的魂。没有我亲手配的秘制大料包和这口养出来的黑铁锅，不出半个月，你那不锈钢桶里兑出来的汤就会变回一股子刷锅水味的低端货。哼，到那时候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我没有回耀祖家的大瓦房，而是趁着月色来到了厂区背后那条死胡同。这条巷子足足100多米深，常年堆满废料，下水道反味儿，月光照耀下像个垃圾场。厂里人宁可绕远路也不走这儿，因为又脏又臭，狗都不来。阴冷避风，忽然想起以前在国营饭店见过南方有一种开在深巷子里的苍蝇馆子，酒香不怕巷子深，味道好人就愿意往里钻。当时我心想，这玩意儿真神啊！我盯着这片死胡同，心跳忽然快了起来。谁说臭巷子飘不出香味来？既然好位置人人都能占，那我就在这死胡同里熬出一锅绝世好汤。第二天上午，居委会里，我拎着12000现金袋子站在桌前。你说你要租厂区后面那条死胡同，那破地方可是谁去谁嫌臭啊！死胡同遇到懂行的人就能成聚宝盆。您开个价吧，强子，是不是耀祖那小子把你赶出来了？听叔一句劝，气归气，别拿下岗买断的钱开玩笑。这死胡同臭了多少年了？你这12000砸进去清垃圾，连个水花都见不着。巷子摆摊你可想清楚，那得清运垃圾，通下水道，拉电线，搭棚子，又苦又累。往后买桌椅，进肉骨头，交管理费，哪样不要钱？就这12000哪够啊？孙叔，在别人眼里这是垃圾堆，在我这儿不是。这下水道通了，棚子搭好，就是最好的避风港。我想试试搞夜市小吃，这些我会自己想办法，这些您只管拿合同，赔了算我的，绝不找居委会麻烦。唉，那好吧，你1个月给50，意思意思就行了，1年600，咋样？这么大片地，厂门口正常租金1个月最少200-300，1年600近乎等于白送。行，谢谢孙叔。回到了那条散发异味的死胡同，蹲下身抓了把地上的炉灰渣子粘了粘。清垃圾、通管道、拉水管，工程确实不小。赵强，听孙叔说你包了这条死胡同想单干，你是不是在后厨被煤烟熏傻了？
这破地方狗都不拉屎，你拿12000往这儿扔，可不是嘛，当初在咱家大瓦房住着多好啊，有吃有喝的，现在跑出来闻臭气，怕不是气傻了吧？强子，这破巷子堵了多少年了，你还想在这儿摆摊？我看你是嫉妒耀祖挣了大钱，急疯了吧？股市去年大跌你没赔够，现在跑这儿来扔钱？就是耀祖门口那大摊多气派，你不在那好好串串，非得出来瞎折腾，那12000买点破胡同里，回头连个签子都捞不着。赵强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这破巷子可连个鬼影子都不会有。回头吧，我那边还能让你当个洗碗工，但工钱就得重新算了。不了，不识好歹的东西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臭死在这破巷子里。林耀祖，总有一天我会让你这所谓的麻辣烫之神跪在我面前认错求饶。为了省清运费，我借了辆破3轮，亲自下场铲垃圾，铁锹插进烂泥里，带出一股刺鼻的下水道臭味。我一个人从早挖到晚，手心磨出血泡，缠好绷带继续干。第3天傍晚，我手上缠着绷带，正蹲在砖头上啃冷馒头。一辆破旧的28盖自行车颠簸着骑过来，停在巷子口。你就是孙主任说的那个承包死胡同的疯子。你是谁？苏青，棉纺厂刚下岗的，算账揽客我最在行。听说你想搞骨汤麻辣烫，揽客算账归我，股份3-7。你7我3，我3你7，我算账揽客不算什么，你那12000要是连个油烟子都冒不出来，就真打水漂了。我只是个内退的厨子，别人都说我疯了来这儿摆摊儿，你信我？俩下岗的疯子凑一块儿，说不定真把这条街给盘活了。说完，他走到下水道口，蹲下身拿手电筒照了照，又从包里掏出一根长铁丝，往里捅了捅，盯着往外冒的脏水。能通吗？主管道没死，油污堵的，能通。但是丑话说前头，这胡同清味儿至少得半个月，这半个月你得听我的。行。那从现在起，咱俩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。从这天起，死胡同里多了个身影，和我一起努力。接下来的几天，苏青蹲在地上拿着本子写画画，把该拉几盏灯、桌子怎么摆、进水出水怎么走，全部标得清清楚楚。100多米巷子，你自己用3轮垃圾到猴年马月去。天一天天冷了，再拖下去入了冬，水管子都冻裂了，想开张都难。当天下午，他就拉着我去了机修厂，找了熟人，讨价还价1小时后，花80块租了辆小翻斗车，又付了20押金。先用它拉，你想省钱，等场地平整好了，后面搭棚子、拉电线自己上。接下来的半个月，他拿着图纸指挥，我开着翻斗车一车一车往外清煤渣，清到第20天，巷子口这头最宽敞的空地终于露出了硬化的水泥地。就拿这块先支摊儿，等你那锅绝世好汤熬出来了，味道飘出了，也见他激动的侧上还沾着灰，剩下的巷子的确烫得领口磨出了毛边。这个精打细算的姑娘，比我想的能扛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咱俩一头扎进这棚子里，拉防雨布，接自来水管，挂上大灯泡，粗活干完，真正磨人的技术活才开始。菜叶子烂的掐掉，留嫩的，光有菜不够，汤底得稳，火候不能断，还得把老汤的香味熬出来。汤熬透了，人闻着味儿才能来。半个月后，那口老黑铁锅被我重新支上，水烧开，里头翻滚着清凉的底汤，真香！再熬2天骨头就可以试营业了。这段时间，林耀祖的厂门口摊位生意依旧火爆。听说他又打了2个新不锈钢桶，专门从别的馆子挖来2个帮厨，开出的工资比给我的还高。他和王艳经常亲自端着碗送客，人走后不忘溜坡到死胡同口嘲讽几句。哟，赵强啊，还在做梦呢？都快入冬了，你这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怕不是清了半天垃圾才发现臭味根本散不掉吧？还和这下岗的泼辣丫头胡折腾，这下你想回来当洗碗工，我们也不要了，我们可不招蠢笨如猪的货色。对，赵强，你就守着这口破黑锅过吧。没劲，走。林耀祖，希望过几天你还能笑得出来。另一边，晚饭时间，厂门口正热闹着，那些下班的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吃着串，帮厨也正忙碌着。有人从新不锈钢桶捞上来的串放到碗里，端上桌后，工会李主任尝了一口就拍桌子怒喝：“我呸！这汤怎么和之前的味道不一样了？”李主任，您这话说的哪能不一样？我尝尝。一样啊，还是那个味儿嘛。您可能是今天上火口味不太对，要不给您多加点麻油怎么样？你当我第一天吃你家的麻辣烫？过去3年我每个星期都来，我会分不清。这味道符，辣的烧心，一口下去满嘴发苦发涩的劣质香料味儿。以前是什么样？以前的骨汤醇厚鲜香，吃完连汤都能喝干。你现在端上来的这是什么糊弄人的烂菜汤？糊弄谁呢？
哎呦，李主任，这肯定是今天帮厨忙昏头了，料放错了。您消消气儿，我这就让人重新算一碗，保证和之前的一样。快点的！这味道和之前也没什么不一样啊，就是多兑了点凉水嘛。两人从以前就只顾着收钱，很少亲自吃，自然尝不出骨汤和劣质底料水的根本区别。老李啊，你是按照赵强以前的比例下的料不？是啊，老板娘，这3年我早就按照您的吩咐，把赵强所有放调料的顺序都学会了。花椒、辣椒、大料都是一样的牌子啊。过去3年里，老李每次在我熬汤的时候，拿着小本子在边上偷偷记。我以为他是好学，就没当回事。原来他是林耀祖早就安排好要取代我的人。可惜他们不知道，我熬出来的汤之所以勾魂，不在表面那些花椒大料的比例上，而是在于底汤的厚度上。要想汤底醇香不腻，最重要的正是我亲自用纱布包着的那包秘制香料，还有这口熬了10几年的老铁锅。这大料配方是我当年在国营大饭店做掌勺时跟着一位老师傅学的，他教我用几十种中药材配比，塞进纱布里熬骨头，说这样汤色奶白，吃完不上火。我出来单干后，自己改良了配方，每次去市场采购，顺手带几袋廉价但新鲜的碎骨和猪皮回来。我把这些药材打碎，包进这块看似不起眼的旧纱布里，放进铁锅里和猪骨一起温火慢熬，这就成了汤魂。加汤的时候，把这锅老汤往林耀祖买的那些便宜豆瓣酱里一浇，再放进去涮串，熬出来的味道层次分明，回味无穷，绝不烧心。3年了，那包大料和黑铁锅就搁在推车底下，愣是没人在意过。我知道了，一定是赵强带走的那口破锅和那个破布包有秘密，那里面肯定是赵强配的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。我说呢，从来不见他让人碰那口锅，那破布包肯定有古怪。这老小子居然藏了一手。林耀祖没找到那口铁锅，却翻出了半瓶赵强以前泡烂蒜的陈醋底子。这什么玩意儿？王艳凑过来闻了一下，也被熏得直皱眉。她捏着鼻子直摆手，一股臭蒜味儿，赶紧倒了！这脏东西搁在这儿，客人看见还以为我们用泔水涮肉呢。林耀祖嫌恶地把瓶子推到一边，正要让老李拿去倒掉，老李却蹲下来盯着那瓶醋看了半天。老板，等等，赵强那小子精得很，这醋瓶子藏得这么深，会不会是提鲜的秘方？他拿筷子蘸了一点放到舌尖，五官立刻皱成一团酸。然后他笃定道：老板，这就是提鲜用的，我以前见他往碗里滴过。林耀祖一把夺过老李手里的瓶子，就用这酸不溜妞的玩意儿，老李你也太高看他了，他赵强一个下岗职工懂什么秘方？3年了，签子是我进的，料是我买的，摊位费是我交的，你们还真当他有核心技术？王艳捏着鼻子把瓶子往外推了推，就是这酸味儿，真滴进汤里全毁了。老李张了张嘴，可是那味道确实不对了呀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多放点重辣料压一压。赶紧重新给李主任涮一碗端上去，要快！老李欲言又止，拎起瓶子走到垃圾桶旁，往里一扔。他回到摊前，接着疯狂往里倒劣质重辣料。15分钟后，来喽，李主任，您久等了。林耀祖端着碗放在桌上，李主任冷着脸，夹起一筷子宽粉放入嘴里，轻轻嚼了几下，脸色大变，猛地一拍桌子。对了，这就对了，加了重辣重麻，把那股子酸馊味压下去了。林耀祖在旁边长长松了口气，满脸堆笑道：我就说还是原来的配方嘛。哼！李主任掏出纸巾擦了擦嘴。下个月元旦，厂里要办2000人的职工美食大游园，这主会场的餐饮我包给你了，给我准备2000份标准餐，必须热乎够味儿。没问题，李主任，保证和今天这碗的味道一模一样，够刺激。今天重麻重辣糊弄过去了，看来只要料够重就能压味儿。元旦大游园，2000人的胆子，要是全用底料熬得多贵呀！我多买点快过期的便宜货凑数，狠狠赚一笔。林老板，厂里给的预算可不少，3000块预付款我可以先拨给你，但丑话要在前头。这次是元旦大庆，市里领导都会来视察职工生活。这吃坏了肚子出差错，到时候我可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您放心，保准不让您失望。送走李主任后，林耀祖挥手招来王艳，沉声道：去批发市场挑最便宜的劣质起酥油和快过期的底料，
买足量。安排完一切后，第二天他又来到了我的死胡同口。我正蹲在刚铺好的垫子上，拿扳手拧煤气罐的阀门。苏青蹲在旁边打下手，嘴里念叨着今天第一锅老汤就要出锅了。哟，还忙着通下水地呢。他往那口咕嘟冒泡的黑铁锅瞅了一眼。我今天过来是念在咱们亲戚一场，给你透个喜讯。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条子，两指夹着，冲我晃了晃。厂里元旦游园会的主办权拿下了吧？2000人的大单子，光预付款就拿了3000块。他身后跟着10几个厂里下班看热闹的工人，看林耀祖的眼神透着羡慕。2000人的大买卖，耀嘴可是发大财了，不是吗？耀祖说了，到时候摊位上缺人手，按天给咱们开工钱，还是耀祖仗义，不像某些人在死胡同里捣鼓半个月，连个苍蝇都没骗进来。兄弟们，到时候跟我干，等着游园会办完，我在市里买大平层。你别以为有这个疯丫头帮忙就能翻身了，守着这臭水沟等着饿死吧。耀祖，你理他干啥？这死胡同谁来啊？真能卖出东西才见鬼。一行人簇拥着林耀祖往大马路的方向走了。2000人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到时候我们的秘制大骨汤吊打他那一锅死水。我拧完煤气罐阀门，站起身将扳手扔进工具箱。放心吧，李主任舌头刁得很，那2000份劣质麻辣烫一吃绝对倒胃口。过去3年，1000多天，我念之前妻情分和亲情，放弃国营饭店铁饭碗，回到这家属院帮他支摊儿。白天在肉联厂厚着脸皮要好骨头，晚上睡摊位后面的方风棚子里。夏天热得像蒸笼，我整夜守着炉子撇浮沫。入了冬，北风呼啸，手冻得通红，还要洗菜穿串。我每天都要刷洗那孔大黑锅，保证汤底不串味。那些签子一根根高温消毒，这些活林耀祖从来没管过。就连底汤的大料包也是我自己配的。每天傍晚熬好汤，把药包扔进去，香味飘满整条街。下夜班的工人闻着味儿就来了，队伍排得老长。林耀祖却认为我只是个下死力气的伙计，他觉得我的手艺，我的辛苦不值得和他平分那20万，但我也不急，假的真不了。这冬天一到，不用骨汤御寒，光靠那种劣质死油底料，早晚砸招牌。更关键的是，没人用那包秘制大料了。工人们吃了2个月劣质底料兑水的玩意儿，回头客一天比一天少。我去看过一次，差点当场笑了。大冬天的，那锅里的红油凝在表面上，全是劣质起酥油。以前我往那儿一站，食客就围上来问什么时候出锅。麻辣烫，热乎的麻辣烫。现在人在那儿喊半天，没几个人掏钱。这就是纯劣质起酥油的威力。天气转冷，来吃宵夜的工人越来越少，偶尔有2个年轻人坐下点了几串，刚吃一口，男的就直皱眉。老板，你这汤怎么吃完嗓眼发苦啊？天冷麻辣烫凉得快，底料结块了正常，吃不惯下回别点。你这什么态度？我们吃了2年了，以前强哥做的时候，吃完胃里暖暖的，哪像现在这样？听到我的名字，王艳直接把抹布往桌上一摔。爱吃吃不吃走，我们现在换了重口味配方，明明比赵强做的好吃多了。那桌客人黑着脸扔下几毛钱，转身就走，扔了一句：你们这破烂摊子迟早倒闭。你能不能少说2句？我说错了，又不是李主任那种大主库，怕什么？几个穷酸工人还惯着他们。林耀祖没说话，看着空荡荡的马路牙子，脸上的表情不太好看。果然一整个冬天，林耀祖摊位用烂料的口碑越来越差。来吃东西的人，只要提出味道发苦发涩，就会被王艳骂，导致人越来越少。就连那些爱喝2口的退休老头也觉出了不对劲儿。一个老头端着搪瓷缸子半天没下去嘴。以前这汤能泡饼吃，今天这一层全是劣质死油，咋下口啊？老头放下碗摇了摇头，嘴里嘟囔着：全是糊弄人的烂料，这摊子废了。他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那之后，摊位上的空凳子一天比一天多。以前得抢位置，现在零星坐2、3个人。再后来，连那2、3个人也不来了，凳子空了，只剩煤气灶呼呼地响。汤面平静地飘着一层死油。王艳站在空荡荡的桌前，脸色比外面的风雪还冷。你看看，吃宵夜的一个都没了，一晚上才卖10几块钱，再这样下去，煤气钱都不够了。急什么？冬天大家都愿在家吃，等下周元旦李主任那2000份的大单子做完，比咱们半年挣的都多。王艳这才重新高兴起来。2人做梦畅想的时候，我死胡同里的第一锅老汤终于熬成了。
我站在锅前，拿大马勺搅动着奶白色的骨汤时，苏青骑着那辆28大杠冲过来停下。他跳下车，喘着粗气，短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，表情说不清是哭还是笑。我闻着锅里飘出的奇香，心跳漏了一拍。强哥，味儿对了，巷子口外边的大马路上全能闻到这骨头香。真飘出去了。飘出去了，我在风口闻得真真的。赵强，咱们在这死胡同里的底汤终于成了。真好，真香啊！1个月了，清垃圾、通下水，熬沸了10几锅骨头，我付出了全部的心血。每一个晚上都在担心这条死胡同真的会臭死人。现在他被这锅汤香活了。下一秒，苏青呀的尖叫一声推开了我，我不由往后退了一步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举动太唐突了。他低着头，耳朵尖红得像烧着了似的。那个，我刚才就是太激动了。我懂，这1个月辛苦你了，苏馆长，你就是我的贵人。怎么还这么见外？叫苏青就行。行，苏青。我帮你其实也是在帮我自己。我原本是棉纺厂的会计，手里掐着厂里乱账的底细，但厂长想中饱私囊，嫌我碍事，硬把我挤兑下岗了。我一气之下不干了，带着计算器跑了好几个夜市想入伙。终于遇到了你，一个和我一样憋着一口气的人。强哥，谢谢你愿意相信我，也谢谢你给我机会让我相信你。那苏大会计，明天的任务是进硬货，准备大干一场。第2天一早，我俩跑了肉联厂。一问价，心凉了半截。极品铜骨1斤2块5，咱们要是备足量，一天少说得100斤，光骨头钱就得250块，这还没算配菜和签子，咱们手里的钱不够啊。我们手里的钱全搭在清胡同和买大件上了，要不先少进点边角料凑合。我在国营饭店时认识这儿的库管肉联厂老郑，他手里有没被打上等级的高钙退骨肉。喂，肉联厂老郑，我赵强，高钙退骨和扇骨给我个实在价。强子，你不是在帮药组干大摊吗？怎么跑去死胡同单干了？你小子疯了吧？那破巷子能卖出货，别白瞎了我的好骨头。早跟他掰了，帮他挣了20万，现在我自己干。死胡同能不能卖钱，你出点骨头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死胡同卖夜宵，你胆子够大的。行，冲你这股拼劲，有一批刚提下来的上等带肉扇骨，油水足，熬汤绝配，市场价2块5，给你1块5。不过我先提醒你，量少了我不值当开冷库，起订500斤，你得给我750块。肉联厂老郑，750我现在拿不出来，手头就剩300了。这样，你先发200斤，300块全给你。你那批骨头压在冷库也占地方，不如先让我这口锅飘香。这锅汤火了，下次你还按1块5，我一天要500斤。往后厂区这片夜市的骨头供货，我全包你的。你小子大饭店掌勺不是白干的，算盘打得真精。行，就冲你这番话，1块5交学费，先拉300斤给你试试水。300斤居然啃下了极品扇骨，凭手艺在这个道上混过的面子，值钱。第2天，骨头到了，老郑找了辆3轮车送了过来。袋子一开，带着血丝的新鲜扇骨堆得像小山，肉质紧实，骨髓饱满。我俩挨个检查，没有臭肉。然后搬到水槽边，冷水浸泡出血水，准备下锅。苏青盯着火候，柴火烧得噼啪作响。到了傍晚，准备工作全部到位，我俩并肩站在大铁锅前。苏青看了我一眼，下大料包吧。我点点头，拿起那包秘制纱布大料，沉进滚沸的奶白骨汤里，轻轻一压，各种香料的味道瞬间在高温下爆裂开来，和醇厚的骨香融合在一起，顺着胡同的穿堂风往大马路上飘。汤熬好后，苏青直起腰，紧张地盯着巷子口。这一晚我俩都捏了把汗。苏青站在巷子口张望，冷风吹得他直跺脚。晚上8点，终于有几个闻着味儿的下班工人探头探脑地走了进来。直到第一个工人坐下，我将一大碗烫好的肉片裹满红油能汤，端上桌。第一个人吃了一口，立刻呼朋唤友。老板，来一碗！死胡同忽然炸开了锅，几十个下夜班的工人挤满了我们摆下的几张桌子，辣得满头大汗，呼哧带喘。苏青盯着满座的客人和收钱盒里的毛票，愣了整整3秒，然后眼泪唰的下来了。
强哥，我们真的在死胡同里卖爆了，我们成功了！接下来的日子，我们决定暂时低调。苏青在胡同口扯了块破布挡风，我把摊位往里收了收。从外面看，这胡同还像个死气沉沉的地方，只有走到最里面才别有洞天。苏青把布系紧，拍了拍手。刚开张，怕林耀祖眼红捣乱，等客源稳定了再撤步，树大招风。林耀祖在厂门卫那儿有关系，元旦游园会马上到了，我不想给他任何准备时间。可防风布遮得住火光，却拦不住香味儿。林耀祖和王艳最近因为生意冷清，闲得发慌，总爱在厂区溜达。每次经过这片，总要往胡同口瞅几眼。遮得跟做贼似的，不知道在里面搞什么鬼。搭个破棚子弄这么神秘，能煮出什么名堂来？就是，那破地方谁去吃谁傻。家属院里人看我们的眼神也越来越八卦。我蹬三轮载女孩去买菜，路过小卖部，几个嗑瓜子的家属冲我们指指点点。那个棉纺厂的丫头，好好的不找个正经班上，跑去跟赵强钻死胡同。听说他们整晚都在那棚子里，孤男寡女的，谁知道是熬汤还是熬别的？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你怕不怕？怕。等元旦咱们名气打出去那天，我要狠狠打他们的脸。很快，厂里元旦游园会到了。李主任带着工会领导和上千名职工浩浩荡荡来到了林耀祖的主摊位。为了造势，林耀祖提前备了几十大桶红汤，红布铺了几十米长桌。李主任请，2000份标准餐全备好了，后半夜就熬上了。今天这大日子，市领导一会儿就来，别给我掉链子。快出锅！几千人等着吃呢，别磨叽！来了！各位工友，大家辛苦了，元旦快乐！今天特意选了这家老字号给大家加餐，大家吃好喝好。谢谢主任。呸！这什么玩意儿？呸！这汤怎么一馊水味儿，又苦又涩的？2000人份，你就给职工吃这种发酸发馊的泔水？李主任，您消消气，肯定是今天料没熬开，借口！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，食品质量出问题，3倍赔偿，违约金1分不少赔给厂里。怎么会这样啊？马上联系国营食堂，送包子馒头过来垫肚子。哎，主任，滚！这钱1周内补齐，不然保卫科抓你。游园会彻底砸锅，工人们骂骂咧咧全散了。不到半小时，广场空了，几十米长桌上全是只吃了一口的剩碗。林耀祖和他那摊位成了全场最大的笑话。为什么？这汤明明看起来一模一样啊，只不过是用昨天剩下的兑了凉水而已。砸锅的第二天，批发菜市的人和找他打零工的工人就堵了摊子。带头的是卖菜老刘头。林耀祖，你说结大单，我供了500斤菜，结账。对，结账。求你们再宽限几天，李主任那单黄了还要交罚款，我手头实在没现钱。少来这套，预付款你都拿了3000，你跟我们说没钱？就是有钱却没违约金了，你们逼死我也拿不出钱。当初拍胸脯说带大家发财，现在连我们血汗钱都坑，退钱！退钱！把不锈钢车砸了抵债。各位，你们听我说，钱我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，但我这位置还在啊。过了元旦马上就是春节，只要我找回好配方，生意肯定能起来，到时候连本带利给你们结清。真的？对，春节夜宵生意最好，到时候我给大家包大红包。行，那就再给你点时间，还不上钱就推平你这破摊儿。这钱我们真能挣回来。路上他都想好了，汤出问题肯定和离了我的大料包有关系，只要把我请回去，生意肯定能起死回生。他想了一路道歉的话，甚至决定大不了给我开高工资，可那肚子草稿却在看清死胡同的那一刻哽在了喉间。
只见胡同口的防风布撤了，里面摆满了几十张桌子，灯火通明。我正站在黑条锅前熟练的下面下菜。28号。苏青拿着本子在前头记账收钱，大声喊着号。几十口子人排着长队，端着热气腾腾的碗，大快妥颐。他想了一路的那些话，什么跟哥回去给你涨工资，全卡死在嗓子眼里，再也吐不出半分。这是骨汤的味，是真骨汤。赵强，你竟然真的在这破巷子里做出了这么好的生意！刚才讨债的人陆陆续续闻味找了过来，老刘头挤到最前面，看见满座的客人，账本差点掉地上。我的个乖乖，这汤味绝了！赵强，你还真在死胡同里干成了。之前嗑瓜子说我们坏话的几个家属妈全伸长了脖子直咽口水。这汤底看着就浓，肯定好吃啊！有个大妈挤过来，往我案板上放了把自家种的小葱。强子，之前婶嘴上没把门，你别往心里去。苏会计，我早就说你算账是一把好手。苏青不置可否笑了笑。居委会孙主任背着手站在锅前闻了半天，冲我竖起了大拇指。赵强，你小子真行，这破死胡同都能让你盘活，你这是在垃圾堆里熬出了摇钱树啊！人群外围，他终于明白，一定是我用了那口铁锅和秘制大料。他猛地一拍大腿，那破布包真是核心秘方。他挤开人群冲到我面前，双手抓着我的胳膊道：姐夫，主任和工人们都说我那汤大不如前，就是因为你带走的那个破布包，对不对？你把配方给我多少钱都行，就当我看在王艳的面子上求你了，救救我那摊子吧！我挣开他的手，弯腰拿起长柄漏勺。林耀祖，我说过，那12000已经买断了我们的情分，我没有救你的义务。你不是说我懂个屁的麻辣烫吗？你比我懂，靠你的劣质底料救去吧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他，盛满一碗递给食客。赵强，你别得意，我就不信除了你，没人能熬出好骨汤。林耀祖为了还债，咬牙把自家大瓦房抵押了，去市里高价请来一个川菜馆的中年大厨。这请人开价也太高了吧！不花这钱，咱们摊子就得被砸了。你懂个屁！你看啊，这底料必须用牛油煸炒。新来的大厨倒也真有两下子，大厨重新炒了厚厚的牛油底料，加了大量刺激的劣质麻椒和辣椒。忙活1个多月，靠着刺激的重口味，摊子上果然回来点人。虽然没那股子纯骨香，但够辣够刺激，过瘾。生意刚恢复5、6成，林耀祖的腰杆又挺起来了。这天我正蹲在锅前处理猪下水，生意再好，也就窝在这臭胡同里。我那黄金摊位马上要大扩建，到时候我一搞活动，你这破巷子趁早关门吧！说完背着手走了，我没理他。苏青在旁边算账，头也没抬。他们那锅里全是过量的死油和烂面筋，吃多了直犯恶心，撑不了太久。胡同太窄了，是时候租下厂区后面的那条废弃旧街了。好，我算过账了，拿下没问题。强子，你要扩建夜市街，居委会决定免你半年租金。咱们这个上面下岗干职工的再就业问题解决了，上面给扶持，大家都能跟着沾光。谢谢孙叔。就在我们带着工人们热火朝天开辟夜市新街时，从这头拉到那头。林耀祖摊位出事了，几个顾客吃完劣质底料直犯恶心，跑到摊位前要求退钱。消息传开，天天用变质底料糊弄人的流言满天飞。那高价请来的大厨怕担责任，早就趁乱连夜跑路了。摊位彻底停摆，林耀祖被要求退钱结账，焦头烂额。苏青告诉我这个好消息时，我正往新开的炒海鲜锅里倒油。他那摊子彻底废了，名声臭了。除非砸了不锈钢桶，从头学熬真骨汤，可惜他没那个耐心了。我直起腰，面一条100米长的夜市街在初夏夜晚灯火辉煌。1号摊麻辣烫，2号摊烤串，3号摊爆炒，4号摊炸皮。这片废弃地彻底被我盘活成了不夜城。林耀祖的抵押贷款快到期了，高利贷天天上门。你怎么能这么蠢？房子都要没了，我们怎么办啊？还有一条路可以走，趁这批冷冻肉丸还没过期，找下家低价全甩了。天刚亮，林耀祖蹬着破3轮，拉着冷鲜货挨家找小摊贩推销，砍到3折才有人收。几天下来，存货全卖了，换了1万把块钱，勉强够还高利贷2个月的利息，但摊子彻底空了。夏天到了，夜市迎来了彻底的大爆发，几百张桌子天天爆满，啤酒、烤串、麻辣烫流水席一样转。老郑特意来喝扎啤，看着满街的人赞道：
强子，费姐搞成这样，你小子真神了。这全靠苏青算账管人，他帮了我太多。嘿嘿，你们这革命友谊，快赶上我和你嫂子当年了。哎，郑哥别打趣了，说正事儿。往后你这夜市的肉类供应我全包了，给你最低价。你这夜市就是咱们肉联厂最大的下线。行，我当场签了字。后来消息传开，这片夜市成了全市有名的宵夜圣地。这么多人啊！天天堵车。厂工会李主任亲自来视察，握住我的手。赵老板，你这夜市比林耀祖那烂摊子强100倍，解决了几十个下岗工人的生计啊！躲在暗处观察的林耀祖气得咬牙。赵强，这本该都是我的，你等着。深夜，夜市即将收摊。夜深人静，几个黑影摸了进来。林耀祖提着一桶发酵的恶臭泔水，快点，别让人看见。王艳打着手电，只要毁了这锅核心底汤，明天他一开火就会被人掀桌子，让他彻底翻不了身。林耀祖正要使坏，觉得不够狠，端起那桶发酸发臭的泔水，想全倒进留着明天的老汤锅里，毁了这招牌。你快点的！忽然10几道手电光打在他们脸上。林耀祖，大半夜来我锅边干什么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苏青指了指棚顶闪红光的监控探头。我早防着你们，让老郑托人弄了监控设备。抓起来！两人当晚被带走，那桶里装的是发酵好几天的恶臭泔水，一旦倒进去，整锅老汤连带招牌就全毁了。幸亏装了监控，不然全完了。姐夫，我一时糊涂，饶了我吧。强子，嫂子错了，是他逼我的。有什么话跟穿制服的工作人员说吧。违规生产经营，你罪有应得。判决下来，寻衅滋事加破坏生产经营，两人被拘留并赔偿巨额经济损失。林耀祖的高利贷彻底爆雷，房子抵押拍卖，林耀祖的摊位被厂里收回。赵老板，这是厂门前大广场的承包权。谢谢主任。我重新规划了厂区大门和胡同，连成了一片最大的。稳住，再高点！下岗职工创业不夜城。全厂下岗职工在这里找到了生计，卖小吃的、烤串的，收入比上班还高。次年，我作为再就业带头人，接过了镇长颁发的奖牌。赵大老板，晚上打烊吃什么？听你的，我都行。